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自身的性格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你们的这种特质如何能够利用你们自身性格当中的优势和特质去在现实当中得到最大的发展。那么在我们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在第一组牌里边呢，首先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啊，星币6、星币9还有魔术师啊，我觉得你们天生是有着一种领袖型人格的，有一点像是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很强的号召力，很强的人格魅力啊，所以说会有一些人主动的来追随你们。而且星币6这张牌呢，你们是拥有一种能够管理别人的能力的，或者说能够合理的分配资源和任务的能力，因为你们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更加的全面，想得更加的周到。而且呢，星币9这张牌，你们其实是很擅长做梦。这种做梦呢，就是你们很擅长去构建一个宏大的梦想，勾勒一个愿景。你们的格局和视野很大，甚至可以很快的说服别人去相信你们的这一些看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我觉得星币9这张牌呢，就对应的是你们敢于去想一些别人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决定。你们的身体里、血液里是流淌着有一点激进的冒险主义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权杖2的话呢，你们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有着很长远的计划、规划，擅长布局、策略、做选择。所以说，你们的工作可能也是会和顶层的设计啊、策划、营销啊，或者说某种咨询行业有关。大多数人他们都是先看见再相信，但是你们可以做到先相信再看到。所以说你们会走的比别人更快一点，是因为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更长远的未来。绝大部分人他们都在为眼前的利益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们在这个时候已经能够看到一个更远的未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的思想会显得有一点超前。如果说绝大部分人他们的人生是轨道的话，那你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旷野，在你们的人生里边是有着无数种可能性的。这张逆位的隐士啊，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种能力，这个逆位的隐士就是把自己蛰伏起来，隐藏起来，深入的去沉淀自己。你们拥有一种很强的能力啊，就是逆位的隐士，我觉得它是一种屏蔽力，就是能够屏蔽掉周围的人和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追随你们的心。逆位的隐士其实是有一点彻底的隐居和避世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要去逃离，或者说你们自身的特质，你们是能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你们自身生命的一种优势吧，就是你们能够拥有一种身心合一的专注，一种生命的极致的发挥。你们有能力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情里边，然后去达到忘我的程度，并且会借此获得内心的秩序和安宁的状态。权杖国王象征的其实是你们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可以给自己做主。也就是说，你们拥有一种能够自由掌控命运、掌控自己人生的自由。你们有勇气去和这个世俗划清界限，去过上一种，或者说去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权杖国王这张牌，我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勇敢无畏，但是又自由洒脱。不喜欢被约束在别人的规则里啊，你们会漫步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边。所以说权杖国王呢，你们整个人的灵魂是非常完整的，精神层面上是富有的。我觉得你们在现实里边呢，其实是有一点被别人所羡慕的，就是很酷的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被定义，不被左右，不被框架，不被束缚，你的感觉你做主。所以说权杖国王它是有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强大的。其实这组牌啊，你们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很适合去创业的，自己打造一个生产资料，
开拓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去依附于某个人或者说某个组织，因为你们本身就是自成一体的，你们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你们在精神层面上也是非常独立的。你们可能生活里边也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类型啊，喜欢自己去解决问题，你们有着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而且呢，权杖国王啊，本身这种权杖它就象征的是你们的这种行动力和执行力超强，说到做到，目标明确啊。大多数人他都像一片片落叶，在空中漂浮、翻滚、颤抖，最终无奈的委顿于地。但是你们的内心有着既定的路程，无常的命运之风吹不到你们，你们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啊。所以说，你们与生俱来就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倔强，但是这种一意孤行的倔强能够让你们去追随，或者说选择一条鲜有人走的路。你们的人生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波折，充满了荆棘，但是在你们看来，你们会乐在其中啊！你们就是那种，你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折腾的。对于你们来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权杖它本身象征的就是一种热情，所以说压力不是你们的第一生产力，热情才是。对于你们的热爱来说啊，它本身不需要达成任何目的，热爱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当你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能够很纯粹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带着功利主义的角度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一种很宝贵的特质。我觉得你们自身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你们也是属于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佛系，但是实际上骨子里边特别的要强。逆位的宝剑9啊，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头脑当中的想法和思维特别的活跃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困扰你们，就是这种活跃的想法和思维能够给你们的人生提供很多的灵感，能够让你们有很强的表达欲，你们的思维特别的敏捷，有着很强的联想能力。还有就是说这种思维的发散能力啊，你们可以由一个点连成一条线，再扩展成一个面，这种活跃的思维能够让你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利用好这种能力啊，你们学习的很多技能都会被你们整合和串联起来。你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想法，当你们有意识的去把它们整合起来的时候，你们顿时就会有一个人生尺度的大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你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去定期的记录，把你们的一些行为想法，或者说取得的一些小成就、灵感全部都记录下来，时不时的去翻看这些灵感啊、想法啊、这些行为啊，看起来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其实都能够被串联起来，就像一个藏宝图一样。当你们把每一个碎片化的信息都记录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够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地和方向大致在哪里了。而这张权杖4呢，权杖4这张牌呢，我觉得它是你们自身拥有很强的这种维系长期关系的能力。你们身边可能有几个互相认识超过10年的老朋友，就是你们这种维系长期关系的能力，会让你们成为一个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而且你们构建的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会让你们在做出人生重大的抉择和选择的时候更有底气、更有力量，更不容易被影响和左右。也就是说，你们的人生不是靠一个绝妙的计划或者说选择，而是靠长期的策略和布局，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努力去打造自己的护城河。你们自身其实是有一种扩张的倾向的，但是呢，在这种扩张当中啊，并不是盲目的扩张，并不是短视的，而是有着长期规划。你们对于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有着很强烈的感知能力。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你们不擅长冲刺，你们擅长跑马拉松。时间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时间是你们的朋友。做任何事情你们都不需要着急啊，因为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首先这张宝剑骑士啊，我就看到了你们自身性格当中的一种勇敢，你们比绝大部分人都要更勇敢。勇敢其实不是因为你们无所畏惧这种恐惧，这种勇敢是因为你们心怀恐惧，但是仍然能够勇往直前啊。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勇敢，它是更加宝贵的一种勇敢。这种勇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付出一些代价吧，因为会被有些人当成是一种鲁莽，也许会犯一些错误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勇气，更多的时候你们得到的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这种勇敢能够让你们见证到更多的人生的美好啊，在很多重大的人生选择上，你们都会拿出属于自己的勇气和魄力，顶住压力站上去，拿到属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所以说我觉得从这张宝剑骑士啊，我看到的是你们是那种敢想敢做敢做敢当的人，因为你们拥有这种勇气啊，所以说你们一定会通过这种勇气得到更多的机会，拿到更多的资源，同时你们也值得更多的美好。这张太阳牌啊，我觉得你们的性格啊，可能在人际关系啊，在一个团体当中，你们就是活跃气氛的那一个人，你们是一个小太阳，天生就能够提供某种情绪价值。有些人可能会专门跑到你们的身边来取暖，就会让你们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强的这种凝聚力吧。在一个团队当中啊，你们就是那个核心和灵魂，如果你们不在的话，团队和组织就会散掉。而且太阳牌的话，你们的身上还有着某种天真，这种天真它是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纯粹的成熟，因为真正的成熟它不是走向复杂，而是为了重新抵达天真。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天真，它其实是一种成熟的最终的一种呈现形式。这种纯粹的天真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有一种你们自身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干净的气质，而且呢，你们能够看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而是你们用心能够感受到的。你们有着非常清晰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啊！你们的人生是那种拎得很清楚，能够分得清楚善恶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但是你们又有着那种赤子般的初心，在平常生活当中有一点不拘小节。你们的身上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生命能量和活力啊！你们的存在本身就能够治愈一些人啊！你们的这种温暖的像太阳一般的特质，就能够让你们拥有一种疗愈的能量场。你们是很招小孩子喜欢的，也很招小猫小狗的待见。靠近你们的人都会得到治愈，在别人的眼中，你们是温柔的、包容的、接纳的。第三张牌星币一啊，我觉得星币一你们对于金钱或者说资源，它本身所携带的能量是很敏感的。你们有着很高的财商，能够把手上拥有的资源或者说金钱妥善的保管，打理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你们是喜欢收藏某类特定的限量版的东西，喜欢把东西攒起来、存起来、收藏起来，分门别类。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背后啊，可能是你们是有着对于单纯的就是对于收藏的一种热爱，或者说你们自身它是有着囤积某种东西的这样的一种爱好吧。我觉得它可能是你们是有着很强的危机感的，总是喜欢把东西攒起来，有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意识。而且呢，星币这张牌呢，它其实它本身象征的是一种价值，或者说事物的本质，就是你们能够一眼看到事物它在背后的一种本质，一眼能够看到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一些价值。星币的话呢，你们可能总是能够选择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价值点，或者说闪光点。星币一啊，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物品啊，在经过了你们的发掘和改造之后，就会散发出类似于宝藏般的光芒啊，就好像是那种能够发掘明星的星探一样，你们能够一眼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或者说看到某个东西背后所蕴藏的价值。而第四张牌宝剑六啊，你们自身还有一种优势，就是你们的特质啊，你们能够拥有很强的止损能力。对于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你们能够让自己及时的抽离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你们的这种及时止损的能力啊，会让你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强的变通能力，就是你们不会在一件事情上面死磕。你们看到这件事情可能你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你们就会及时的转向。而这种及时止损的能力啊，在未来来看，你们的这种及时止损，无论是再大的损失，也会变成最小的损失。而且宝剑六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有这种能力，就是能够，因为宝剑本身它就象征的是一种理性，一种思维，你们能够非常理智的、冷静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能够强制的让自己镇定下来，去不带任何情绪的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啊，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观察当下的处境。往往这样的一种特质能够帮助你们在当下做出一个对你们长远发展更有利的选择。
而这个宝剑六呢，我觉得你们也有能力啊，在一些没有反馈的人和事情上面狠心的让自己抽离出来，所以说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做断舍离的能力。而且我们抽到的这张逆位的宝剑三啊，我觉得你们身上是有这种越挫越勇的特质的。大部分人呢会在痛苦和挫折当中沉沦，但是你们反而会在这种痛苦当中得到一种力量。痛苦不会让你们沉沦，还会激发你们的斗志。你们是那种容易在顺境当中躺平，但是在逆境当中反而更容易崛起。你们拥有一种成长型的思维，就是你们会将过往的一切都变成一种养料，你们会把过去经历的一切都当成是对你们自身成长的一种邀请，你们自身能够把这种焦虑和痛苦变成一种成长的动力啊。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有着一种对于生命整体性的视野的，你们并不是功利的，并不是单一的指向性的，你们发自内心相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决定你们的人生的成败，或者说会成为你们人生的转折点。所以说你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的话，你们其实是很难被击败的，也绝不会认输，反而是经历了那些挫折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坚韧。你们的身上有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从容。这张宝剑五呢，我觉得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是向往自由的，你们的思维很活跃，其实你们不太适合做那种朝九晚五的有着很强的规则框架和约束的工作，你们不喜欢被控制，你们内心当中拥有着一种笃定的安全感，浑身散发着一种总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种种不确定的自信能量。而这个宝剑五呢，你们自身还有一种思维层面的优势，就是你们能够快速的梳理混乱的现状，能够把非常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或者说事情快速的简化。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呢，注定是要处理那些比较困难的课题的，你们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们的人生是注定不会走寻常路的，而且宝剑就是我们这组牌抽到了很多宝剑，那宝剑的话就说明你们是那种活得非常清醒且通透的人，你们自身可能会有点孤独啊，包括这张宝剑五啊，你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和周围的环境和身边的人有一点格格不入，不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而这种特立独行其实就意味的是你们思想上的强大，还有人格的独立。所以说宝剑五啊，你们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事情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梳理清楚，所以说你们对于人生是有着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确的规划的。而这张逆位的星币七呢，我觉得自身你们还有一种特质，就是你们不喜欢等待，你们凡事喜欢主动出击，主动争取，主动的参与到竞争当中，主动的去解决问题，勇敢的去面对问题啊。在大部分人都选择沉溺逃避现状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往前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就是因为你们是主动的去争取的。逆位的星币七啊，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缺少一点耐心，但是你们一定会是一个行动派，快速的行动，快速的显化，快速的决策，会让你们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所以说这张星币八呢，我觉得你们自身在性格层面上呢，还有一种非常固执的倔强的特质。你们一旦认定了某个事情，可能说你们会完成一种取舍和平衡吧，就是只要你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在你们没有你们会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张星币八其实它是一种稳定的内在的秩序感，让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有力量，就是你们在专注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纷扰的世界就和你们无关了啊！你们有着稳定的日常，稳定的计划，稳定的爱好，稳定的价值观，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所以说你们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困住，所绊住，你们懂得专注，专注的在提升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拥有一种远超于常人的专注力，这种专注就是最大的显化力啊！你们专注什么，你们就是在加持什么。一旦认定了某件事情，就会投入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去攻克它。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自身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和特质，就是你们一定要敢于向宇宙下一个大订单，许下一个大愿望。可能说这种大订单和大愿望在当下来看是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但是你们要相信啊，这组牌的你们其实你们的格局和使命是很大的，你们能够做成在那些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
这种大订单啊，像宇宙下的这个大订单或者说大的愿望啊，就能够给到你们一种能量感、使命感和意义感。这个时候呢，当你们有了这样的一种能量感、使命感和意义感以后，你们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了。一旦你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和专注在那个方向上面啊，你们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巨大的成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皇帝牌啊，我觉得你们自身的话，一个特质就是你们远远比你们看上去的要成熟很多很多，你们的心理年龄要远超于你们的生理年龄。这种成熟就是你们能够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不会一味的去追求走直线和捷径。你们无论是思想上、行为上，还有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都要远远的超出你们自身的这种年龄。整个人对待世界啊，你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非常成熟的。可能你们现实当中认识的人普遍年龄都要比你们大一些，或者说你们能够和那些年长的长辈也很聊得来。你们的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有一点早熟的，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看明白很多事情，对于这个世界有着很深入的思考。我个人的感觉啊，你们的这种成熟的思维是富有层次感的，能装得下两种相矛盾的观点，有辩证的思维，独立的想法，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波逐流。第二张牌权杖六啊，你们身上可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迷之自信。权杖六呢，它是有一种底气的，就是你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够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说这组牌这张牌其实对应的是你们具有一种成功者的特质，即使在自身身处困境的时候，依然愿意相信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你们的这种相信又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并且你们这种积极乐观的特质也会感染到你们身边的人。权杖六呢，就是你们很像是那个带头冲锋、带头打仗的那个人，你们在一个团队当中很快的会成为一个被关注的、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聚光灯所聚焦的一个中心点。而这张圣杯10的逆位和圣杯6呢，我觉得你们自身呢有着很强的能量场，你们对于社交关系有着一种天然的感知力，你们能够很敏锐的觉察到一些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啊，甚至你们有的时候能够猜到别人在想什么，别人想听到什么。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很会赞美啊，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们的特质会让你们变得很受欢迎，很容易让一些即使和你们认识不久的人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去信任你们，甚至是对你们产生依赖。圣杯它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流动的情绪，也就是说你们有着很强的共情能力和感知能力啊，这种共情能力也叫做换位思考的能力，就是你们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思考的这种能力。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就会让你们在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沟通和协作的课题上面显得比你们身边的人要更加的游刃有余。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呢，就是这两张都是圣杯牌啊，其实它也象征的是你们自身有着丰富的内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都会为你们的未来的发展提供非常大的这个可扩展的空间。你们可能未来会创造出某种艺术作品，你们通过创造出来的作品和这个世界建立连接。而且圣杯6呢，你们这种很强的情绪的控制能力啊，能够让你们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种情绪的控制能力能够让你们在愤怒的时候去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至于失控；忧愁而不会陷入内耗；喜悦但是又不忘形啊，情绪适度，不会越界，不会放纵。你们有着一种极强的情绪克制能力。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啊，一旦让你们走入到人群当中，你们就能够共享这种情绪的张力，形成一种动力，让你们身边的人向你们靠拢啊。而且呢，权杖骑士这张牌啊，你们自身是那种拥有很坦荡的气质，能够明确的爱
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大声无愧的称赞自己，也大声无愧的称赞别人。你们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活在阳光下，活在真诚里，活在坦荡和不羞愧当中，所以和你们的相处其实是没有压力的，很轻松的。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有着一种积极的感染力。而星币国王这张牌呢，对应的是你们身上有一种凝聚力，就是无论在大事和小事上面，你们都是那种能拿主意的人。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啊，一旦你们离开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结构就会变得很松散，什么都确定不了。但是，一旦你们出现，很多事情就是要大家默认，就是你们是拿主意的那个人啊，要你们去定夺。你们就好像是一个团体当中的定心丸、定海神针一样，你们只要在那里，你们身边的人就会感觉到很安心。这星币国王，你们自身的能量是很稳定的，不会突然的失控啊，就是你们会给到身边人很稳定的预期，让他们感觉到待在你的身边就是有安全感的。这种安全感呢，就是你们能够自己给到自己安全感，你们不需要向身边的人去索取什么，所以反而会让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啊，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变成很受欢迎的存在。而因为你们给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啊，会让你们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有秩序、有力量感。星币国王他是有一点宠辱不惊的感觉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整个人处在一种有一点点克制的状态里边。在轻度的喜悦和轻度的沮丧的这种情绪之间，不会有大范围的波动。而且呢，这张逆位的高塔呢，它其实对应的是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处理危机的能力。一般人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危机就会自乱阵脚，但是你们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那个最重要的、最正确的决定和反应。高塔牌呢，其实你们就是你们的人生在挫折当中得到成长，在挫折当中得到历练。你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把危机变成转机，能够在混沌和混乱当中发现人生上升的阶梯。在别人都陷入到绝望的时候，正是你们燃起希望的时候。而当别人都在狂欢的时候，你们就会变得警惕起来。这种特质呢，就是一种清醒吧，你们活得非常的清醒啊，时刻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时刻在反省，能够让自己从大众的情绪里边抽离出来，看到事情原本的面貌。而这张圣杯二呢，圣杯二其实牌面当中的这两个人都是你们自己啊，你们的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一种人格是类似于那种很安静的、理智的、静若处子的感觉，而另一种人格呢，它是有点像是动若脱兔，就是非常的活跃，具有生命能量。这种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格的特质，能够在你们的身体内非常和谐的存在。你们会在不同的场景下去切换自己的身份和性格。那这个时候，你们其实就有着很强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啊。该沉默的时候沉默，该专注的时候专注，该表达的时候表达，该勇敢的时候勇敢。你们能够切换自己的状态，以应对不同的情况。所以说，你们是有着很强的这种灵活变通的能力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